我国无偿援助这个国家24年，价值累积高达100亿元，可到头来却被对方视为敌人。中国最终为何停止了援助？终止援助后，这个国家又做了什么令人愤怒的事儿呢？1978年7月4号，中国做出一个令阿尔巴尼亚举国震惊的决定，我国领导人邓小平郑重宣布停止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援助。此消息一出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便立刻坐不住了。由于在过去的20多年中受到了中国全方位经济军事的接济，早就形成了依赖心理。中国乍然宣布停止援助，在阿尔巴尼亚看来无疑是釜底抽薪式的打击。正所谓升米恩，斗米仇，他们见自己再也无法从中国这里捞到好处，便直接宣布和中国断交。当时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宣称中国为他们的主要敌人。那么我国为何要意志坚决地撤回帮助？阿尔巴尼亚到底触动了中国哪根不可触碰的逆鳞呢？要想了解我国和阿尔巴尼亚关系的始末，要从1946年阿尔巴尼亚建国说起。阿尔巴尼亚作为一个欧洲大陆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，它在建立和发展之初曾得到苏联的大规模帮助。1949年，我国正式成立为社会主义国家，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关系日渐交好。阿尔巴尼亚曾向我国提供了多种工业化资源，并在我国与苏联关系交恶时毅然选择我方阵营。出于对国际局势的考量，同时也为报答阿尔巴尼亚的好意，我国决议于1957年向阿尔巴尼亚提供大规模援助。但我国本意是为促进两国经济共同发展，可阿尔巴尼亚却逐渐丧失前进的斗志，完全依赖中国援助维持国家经济。中国不计成本的援助助长了阿尔巴尼亚的奢侈之风，他们将中国冶炼出的优质钢种建造了大量的垃圾桶和电线杆，用中国提供的高标号水泥建造了无数地下碉堡。这种本末倒置的行为引起了中国的注意，然而出于友好和同情，中国并没有选择在此时停止援助。可是接下来阿尔巴尼亚的行为却愈加可恶，逼得中国最终和阿尔巴尼亚划清了界限。阿尔巴尼亚一边对中国狮子大开口，一边狂妄地对中国外交政策评头论足。正是这种两面三刀的行为，导致了中阿关系彻底破裂。20世纪70年代初，中苏关系破冰之初，遭到了阿尔巴尼亚的强烈反对，认为中国正在向修正主义靠近。中美建交后，阿国更是在国际上强烈抨击我国背叛了社会主义。此时，我国开始减少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，这给对方带来了不小的经济冲击。对方领导人为缓和两国关系，假装宣称北约和华约要对他们发起进攻，希望我国能提供500辆坦克，不料却被我国领导人明确拒绝了。于是捞不到好处的霍查继续在国际社会上背刺我国，以至于中国在1978年彻底停止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。失去我国这个巨大帮手后，阿国的经济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，从当初一颗耀眼的社会主义明珠，彻底沦落为一个无人问津的落后小国。而我国也在自己无偿援助他国24年这一行为中吸取到深刻的经验。